我负债30万在山里建造跨河浮桥，只因从山里到镇上要绕道82步，走浮桥仅仅15分钟，而且为帮扶山里猕猴桃售卖，不仅村里人免费通行，就连邻村车辆也只收1块，甚至浮桥养护费用都要倒贴。我只能提高邻村通行价格，单人通过1次1元，摩托车2元，3轮以上3元。不料这天一大早，全村人直接堵在了我家门口，扯着嗓子叫骂，让我把大家的血汗钱吐出来，而且精确说出了10653的过钱符。我顿时明白有人在挑拨离间，因为只有帮我收费的堂哥徐良顺知道具体金额。我忍着怒气走出家门。这话是许良顺讲的，还是阿玉讲的？你不用管是谁说的，赶紧把大家的血汗钱拿出来。没想到他们口风挺紧，我只能用往事刺激堂哥。有胆子在背后嚼舌头，没胆子承认吗？这嘴上不积德，活该这辈子生不出儿子。话音未落，许良顺抄着一根木棍从对面巷子里窜出来。许晨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你敢说你没有克扣大家的血汗钱吗？我妈见状直接挡在我身前，怒骂徐良顺没良心，因为他媳妇生5丫头难产，是我送他们去的医院垫付的医药费。我爸也指着他们，许晨看你们养6个丫头不容易，每个月给3000块钱，让你们帮忙收过桥费，好心帮你们，你却带头诬陷，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吗？许良顺被我爸妈骂得脸色涨红，梗着脖子吼是两码事。他媳妇阿玉也在一旁帮腔，说你话可别乱说，垫付的医药费我们早还了，过桥费是全村人的血汗钱，许晨今天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。面对许良顺2口子的忘恩负义，我爸气得浑身发颤。阿玉心知他们理亏，直接冲我来。许晨，你别想抵赖，浮桥每天收多少过桥费，我这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。你不仅要把大家的血汗钱吐出来，而且还要赔给大家45873块钱。我一下子懵了，我花30多万建桥让他们免费使用，一句好没落着，现在竟然还道歉他们45873块钱。我赔给你们45873块钱，你是孩子生太多，把脑子也生出去了吧？我凭什么要赔你们钱？我指着阿玉的鼻子骂，你才把脑子生出去了。浮桥是咱们整个村的，你没经过大家同意就让外村的学生老人免费过桥，你这是损害大家的利益，你必须要赔。我这才明白他是把免费过桥的人也算进去了，2个月5万多，1年就是30万。而且全村46户，每年每户能分6000多。他的话成功点燃大家的贪欲，众人先是震惊，而后逐渐暴怒。我的老天爷，2个月5万多，这1年就是30多万，这摆明是在吃我们的肉，喝我们的血。还钱，赶紧把大家的血汗钱吐出来，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。1万多的过桥费，3言2语就变成了我黑他们30万。我花钱建的桥，我想让谁过就让谁过，这是我的权利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村民瞬间炸开了锅。这桥是你免费给村里建的，既然桥是村里的，那过桥费自然也是村里的，怎么能跟我们没有关系？对呀，浮桥既然建在前湾村的地界上，它就必须是前湾村的。我被气笑了，怒声质问他们：我建这座桥的时候，你们是出钱了还是出力了？村民们满脸不屑，但却支支吾吾，无人出言反驳。阿玉见状，再次带头站了出来，说建桥是技术活，村民都不会，而且是村民们同意后才能建的，本该属于全村人。阿玉3言2语，再次把大家的情绪点燃，众人齐声附和，咬定这桥是属于村里的。他们上百张嘴，我如何说得过他们？既然他们这么想要浮桥，那我就给他们。那好啊，桥可以归前湾村，但前提是你们把建桥花费的30多万给我结一下。我说完后，周围一片死寂，众人愣了3、4秒才反应过来。30万，就这么一个破桥，你跟我们要30万？你心也太黑了吧！难怪你在大城市待不下去。闻听这座浮桥花了30多万，前湾村的人没一个肯相信。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，别说30万，就是30块都不可能给你。桥是你自愿建的，凭什么让我们掏钱？这群人摆明了就是不讲理，我也懒得再和他们废话。当初建桥的所有花费，我现在发到村群里，想要桥就先拿钱，不然就别跟我废话。我将造桥的所有发票直接发到前湾村的微信群里，众人看到后倒吸了几口冷气，还有人说这是假的。我想坑他们钱，我提议去找村会计许广学。来到许光学家，许广学从旁人手中接过手机，扶着眼镜认真看了大半天，确认是真的。徐良顺却跳出来说许广学收了我的钱，睁着眼睛说瞎话，以为这样就能糊弄过去。没想到许会计被气得浑身颤抖，当场立下毒誓。许良顺，你看不起谁？这发票如果不是真的，就让我出门被车撞死，你敢不敢也发个毒誓？这话一出，许良顺脸色骤变，他本意是想把发票的事情搅和过去，哪曾想许会计竟会较真。阿玉也急忙岔开话题。许晨，你也是前湾村的人，你为前湾村建座桥做点贡献不应该吗？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集到我身上，但我没给他们接话的机会。从现在起，我要收回浮桥的使用权，你们想去镇上就继续绕行吧。这话一出，人群里再次炸开了锅。许晨，你敢？这桥建在前湾村的地界上，你凭什么不让我们用？许晨，咱们乡里乡亲，我们从小看着你长大，你怎么能这么自私？咱们都是一个村的，你做这么绝，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他们说什么的都有，但就是没有认错悔过的。我不再理会他们，转身从院子里牵出我家的大狼狗拴在门口，任由狗和狗对叫。阿玉和许良顺在我家门口给众人出主意，咱们用不着求他，我就不信他一个人能拦得住咱们全村人。大家只管过桥，他要是敢动手，大家就往地上躺，没个3、5万就别起来。我在院子里听得清清楚楚，这是要跟我耍无赖了。可惜他们不知道，我早就想好了解决的办法。
关上门后，我爸直接对我下了命令：你把桥拆了，咱家又不靠这桥挣钱，这摆明了是要讹你。我爸说的对，确实没必要便宜这群白眼狼，但眼下还不是拆桥的时候。爸，你别着急，我们先把果子卖了再拆桥。这2年村里找了收购商，压价压得太厉害。这几天我听卖果子的人说，现在的收购价是5块左右。我话还没说完，我爸就先一步打断我：5块？你从哪打听的？咱们村的收购价一直都是3块5左右，啥时候上过4块？我爸陷入沉思，这个价格显然他是没想到。他知道主动把果子拉到县城去卖，价格会高一点，但也就高个2、3毛而已。高的这部分其实就是运输成本，无论是收购商下乡来收，还是我们把果子拉到县里去卖，这来回200多公里的运输费都是省不掉的。所以综合算下来，还是等着收购商下乡来收比较划算。爸，你放心吧，明天咱家就开始摘果子，我负责拉到县城去卖，肯定不会低于5块钱1斤的。我爸点了点头，随后又多问了一嘴：今天怎么没看见村长他们？我摇了摇头，表示不知道。第2天简单洗漱一下，我就开车出去办事。我既然说了不让前湾村的人使用浮桥，那就必须要做到。他们打算跟我耍无赖，那我就找无赖对付他们。每个村都有那种人人唾弃的无赖，在这附近最有名的无赖当属3顺子3兄弟，就是狗见了都要堵，不然就要成为他们的下酒菜。我拎着1箱酒和2条烟，直接上门找他们，不到5分钟就把事情谈妥。浮桥从今以后交给你们管理，过桥费全归你们，我1分不要。我就一个条件，不准任何一个前湾村的人从桥上过，不论什么原因，给钱也不行。3顺子他们虽然是无赖，但是脑子灵光，猜到这是有仇，当即向我拍胸脯保证：你尽管放心，除了你们一家之外，我们绝不放任何一个前湾村的人过。要是办不到，我们仨不要1分钱。处理完浮桥的事，我从附近几个村子雇了一些临时工摘果子，最快也得2、3天才能收完6亩的猕猴桃。我刚领着工人进果园，前湾村的人就怒气冲冲的到果园找我。许晨，你什么意思？现在是收果季节，浮桥凭什么不让我们用？还有你凭什么让3顺子他们收过桥费？你还想不想在前湾村待了？阿玉和许良带着一群人围了过来，怒气冲冲地质问我：浮桥我已经卖给3顺子他们3兄弟，从今以后浮桥归他们3个管，你们找我干什么？我直接把锅甩出去，我现在正忙着采摘猕猴桃，哪有功夫和他们吵架？你少装蒜，3顺子他们3兄弟都比脸都干净，怎么能拿出30万你糊弄鬼呢？我知道这个借口他们不会信，但我就是为了恶心他们。以前是拿不出来，但现在绝对能拿得出来。浮桥1年能挣30多万，只要买下浮桥，他们就不会缺钱。听完我的解释，众人怒火中烧，恨不得活剥了我。许晨，你吃里扒外，你凭什么把浮桥卖给外村人？你就算是要卖，也只能卖给前湾村的人。瞧着他们满脸肉疼，我心里特别畅快。完了，我前几天说30万卖给你们，你们都不要，我有什么办法？现在总不能怪我吧？许良顺怒喝：浮桥是前湾村集体的东西，你一个人说的不算。你去跟3顺子说浮桥不卖了，这桥前湾村买了。我没等他们喘口气，就直接拒绝。要去你自己去。许良顺，你要是能说通3顺子，浮桥我15万就卖给你。3顺子的名声比狗屎还臭，我就是再借给他们几个胆子，他们也不敢找3顺子说这件事。你别扯那么多没用的，今天你不解决这件事儿，你家的果子就别想摘了。许良顺被我怼得下不来台，便开始威胁我。行，我现在打电话给3顺子，我就说前湾村的许良顺不让我把桥卖给你们。我刚摘下一只手套，许良顺就跟个炮仗一样炸了。许晨，你别胡说八道，我啥时候说过这话？你要是这么跟3顺子说，我以后的日子咋过？我还有6个闺女要养呢。闻听我要给3顺子打电话，许良顺急得直跳脚。许晨，3顺子他们要是赖上我就赖在你家不走了。许良顺怕了，3顺子他们3个还都是光棍，如果真的惹到3顺子，估计阿玉以后就幸福了。许晨，你等着，浮桥不让我们用，你也别想好过。许良顺临走之前还不忘放几句狠话。你们呢？还有谁要买桥？我话还没说完，村民们转身跑得比兔子还快。我本以为许良顺他们就是口嗨，哪曾想他们竟然来阴的。第3天，我接到我爸的电话，火速赶往果园。赶到果园，眼前的景象让我脑子嗡的一声，粗壮的果树横七竖八的断在地上，满地的果子全被踩烂。我爸妈辛苦6年的心血就这样没了。我妈瘫坐在泥地里，哭得整个人都在发抖。就在这时，许良顺和阿玉带着一帮人晃晃悠悠的走过来。哎呦，这果树怎么都砍了呀？这是得罪什么人呢？许良顺双臂环抱，脸上挂着讥笑。黑泉村人的血汗钱，还不让别人过桥，他断别人的路，别人断他的树，这叫报应。许良顺话音一落，后面看热闹的人也纷纷附和。活该，砍得好。星黑就是这个下场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嚣张。我爸正在弯腰捡地上的果子，听到这话猛地直起身，抓起一柄铁锹就要去拍许良顺。这一铁锹要是拍下去，许良顺嘎或不嘎，我爸都完了。我直接扑上去拦住我爸。爸，你冷静点，别冲动。我爸红着双眼，老子的果树没了，许良顺、许广胜、二驴子，老子现在就去把你们家的果树也砍了。我拦住我爸的时候，许良顺等人早已经逃到地头上去。许广林，你发什么疯？你家果树被人砍了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儿子黑大家的血汗钱，你家果树被砍，是你们活该。还不带我爸发火，
我先一步拎着铁锹去追许良顺。你们这群人渣有种别跑！我拎着铁锹追了他们有2里地，吓退众人之后，我赶紧回去安慰我爸妈。妈，你别哭了，果树没了，咱不要了，我现在的存款足够给你们养我。我妈闻言情绪并未好转，反而哭得更凶了。我爸更是双眼血红，对着我吼：我们是咽不下这口气，你说你没事回来修什么桥？有人成你的情吗？我妈也是罕见的冲我发了火：你当什么烂好人？以后他们就是死在你面前，你也不准给我管，否则你就别叫我妈，我没你这个儿子。面对爸妈的怒火，我只能忍着。这个时候，先稳定他们的情绪最重要。至于其他的事情，那就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次日，县里的杨老板来村里收果子。前湾村最近几年的果子都是他收的。杨老板从地里验完果了，然后给出价格：2块5一斤。什么？2块5一斤？听到这报价，众人先是一愣，然后瞬间炸开了锅。2块5一斤，这价格比去年还低了1块，再除掉一些损耗，这压根就是不挣钱。杨老板，咱们合作这么多年，你这也太不地道了吧？现在外面都是5块钱一斤，你给我们2块5。有人急了眼，当面骂杨老板心黑。杨老板脸上顿时没了笑容。果子一天一个价，10天前确实是5块钱一斤，现在我能给你们2块5就不错了。你这价格差的也太远了。今年我们村修了桥，你运输费都省了，这价格怎么比去年反而还低了1块？杨老板慢悠悠地咂了一口烟，缓缓吐出，然后冷笑：有桥，那你们猜猜，为啥我的车子停在河对岸不过来？众人听到这话多少有些心虚，只是没想到我竟然会做得这么绝。有桥是不假，但人家压根就不让你们用。2块5一斤，只要70以上的果子，70以下不要，你们赶紧考虑好。杨老板这话一出，村民脸色集体煞白，这摆明是在趁火打劫。2块5一斤，70以上的果子，你怎么不直接去抢？奸商，果子就是烂在地里也不卖给你。杨老板被咒的碱上挂不住，他把烟头猛地扔在地上。你们嘴巴都给我放干净点，是你们村长主动喊我过来收果子，不是我主动求你们。你们爱卖不卖？杨老板气得脸色铁青，扭头就走。呸！无良奸商，你想买，我们还不卖呢。你不收，有的是人手。殊不知人家杨老板说的都是实话。再过1个星期左右，市场上的果子基本就是白菜价，像夏天买西瓜是一个道理。他们不是不懂，他们是不肯认清现实。杨老板走后没多久，村长才从外面急匆匆赶回来，二话没说，指着众人鼻子就骂：10天前人家给4块一斤，我好说歹说，你们就是不卖，非要去跟许晨争浮桥。现在好了，2块5一斤都没人要。村长气得呼哧呼哧喘粗气。前湾村和杨老板已经合作5年，他就一次没在场，没想到就闹得这么僵。底下有人不服，梗着脖子叫嚷：10天前别人都卖5块多一斤，他才给我们4块，一斤黑我们1块钱，让我们怎么卖？村长一听火更大了：咱们村什么条件你不知道吗？拿一趟果子要多绕200公里，油钱损耗哪个不需要钱？村长厉声呵斥众人，但底下的人根本就听不进去，扯着嗓子跟村长争论。村长不耐烦的一挥手，打断底下的争论：你们有功夫在这儿跟我扯皮，还不如去跟许晨低个头。没瞧再过几天果子2块一斤都没人收。村长话罢，现场一片死寂，不少人脸上露出挣扎，但更多的是不甘心。这时许良顺又冒了出来：我们凭什么跟他认错？浮桥本来就应该属于全村人，许晨不仅黑了全村人的血汗钱，还害得大家的果子卖不掉。许良顺话音刚落，底下立马有人跟着附和：没错，现在果子卖不掉，全都怪许晨。听到众人的反驳声，村长脸色铁青，一句话没说，扭头就走。村长走后，许良顺成了主心骨。咱们这么多人，难道还怕许晨和3个无赖吗？许良顺见有人认同他，嗓门更高了：大家要是再怂下去，就等着果子烂地里吧。良顺哥，你说怎么办？我们都听你的。看到众人眼巴巴地望着自己，许良顺目光扫过人群，直接点名：许望喜、许成林、许东辉，明天你们仨直接把货车开到桥头，其他人都跟我上桥。三顺子要是拦着不让过桥，咱们就直接报执法队，告他们违法造桥，告他们是桥霸，强行收费。许良顺说到这里目露凶光，底下却有人疑虑：良顺哥，你既然知道造桥是违法的，当初为什么不直接报执法队？许良顺叹了口气：我本想把浮桥争过来，归村里人所有，到时候再调整一下过桥费，这1年的过桥费至少能翻2、3倍，到了年底每户都能分个3、4万，都赶上咱们卖果子了。众人闻言眼睛都亮了，利润翻倍，每家分3、4万，现在看来是没戏了，所以咱们就没必要便宜许晨，过桥费不分给咱们，他自己也别想拿。许良顺说到这里，嘴角勾起冷笑：现在不仅让他拿不到过桥费，我还要他投资的30万全部打水漂。众人一听这话，顿时恍然大悟，随后拍掌称赞：行，我们都听良顺哥的，报了执法队桥就不归他管了。第二天早上8点半左右，3辆小货车装满果子，在许良顺的带领下堵在桥头。没说2句话，许良顺就让人报了执法队。执法队来了之后，我让三顺子他们不要反驳，认真聆听执法队的教诲。私自违法建桥，这没什么好争议的，我不占理，只能把浮桥让给他们使用。许晨，你不是横吗？现在怎么蔫了？执法队走后，许良顺凑到我面前，满脸嘚瑟，我没搭理他，转身走了。许良顺在我身后继续喊：许晨，我劝你老老实实的把浮桥交出来，你一个人斗不过全村人。我还是没理会他。许良顺转身吩咐其他人：大家赶紧联系货车，明天一起去县城卖果子。他们赢了，众人开始欢呼雀跃。
我跟三顺子他们站在远处，看着他们四处打电话找货车。就这么放过他们吗？三顺子不甘道。我笑了笑，不着急，让他们先高兴一会儿。中午我领着三顺子他们去县里吃饭，吃饱喝足，又带他们喜酒。后半夜在桥边，2辆工程车缓缓驶来。许老板，这么好的桥拆了多可惜啊！违法建筑以后都用不到了。施工师傅叹了口气，没再多说什么。浮桥一晚上想拆干净是不可能的，只能先拆掉桥面和关键部位，确保人和车都无法通行。第二天一大清早，全村人就咋呼起来。桥呢？哪个爱先刀的把桥拆了？全村人望着一片狼藉的河岸，就像我爸妈当初看到果树被砍一样，痛苦愤怒，但找不到发泄口。昨天还是完整的浮桥，此刻只剩下几根光秃秃的桩子，孤零零处在水里，桥面不翼而飞。许良顺猛地转头，冲着人群大声喊道：“许晨，是不是你干的？”我慢悠悠地从人群后面走出来，声音平静，没有抵赖：“是我拆的。”人群瞬间炸了，呼骂声响成一片。你为什么要拆桥？你这是个活路啊！我抬起手示意他们安静。昨天执法队的话你们都听见了，他们说私自建桥是违法的。我这个人没啥本事，但违法的事我绝对不干，所以我连夜把桥拆了。我面带笑容摊了摊手，许良顺指着我手指哆嗦：“你早不拆晚不拆，偏偏等到这个时候拆，你是故意的，故意报复我。”许良顺气得浑身发抖，明知我是故意的，但是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笑了，遵纪守法，人人有责。本来是一句非常正能量的话，但现在却是格外气人。河对岸的货车司机主动打电话问原因，村民不知该怎么回答，只能求助许良顺。梁顺，现在桥没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这果子都摘了，可不能放太久。这个喊一句梁顺，那个叫一声梁顺哥。许良顺被喊得脑袋嗡嗡直叫，他气急败坏地吼了一嗓子：“让货车从向阳大桥绕过来，给他们多出点钱，先把果子卖了再说。”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，果子已经摘了，现在天气热，根本没法等，最多2天果子就得变软。众人慌忙掏出手机，给自己联系的货车司机说明情况。货车司机非常通情达理：“可以从向阳大桥绕过去，600一趟，少了不干。”什么600？你这是宰我呢？昨天谈的是220，你这一下子加的也太多了。电话那头，货车司机解释：“昨天说的是有桥，你今天没桥，还要从向阳大桥绕行，这一来一去200多公里，我还要等你装货，等你卸货，拉完你这一趟1天也就过去了。”他们找的都是小货车，600块钱拉一趟，这一趟顶多也就装个1000多斤，1斤运费折合到6毛钱，照这个运费他们只管赔钱就行了，还挣啥钱？600你也太黑了，我不拉了，你把100斤退我。我给你退个毛线，我等了你一早上，你现在不拉了，我的时间不要钱吗？电话被挂断，河对岸10几辆货车，一辆接一辆掉头离开，前湾村的人在这边又喊又骂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开。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，最坏的消息是果子拉到县里也不值钱。什么2块1斤，还有我们自己拉过去。许良顺对着手机大吼：“昨天去县城卖果子的许旺喜3人，把消息传回来。”怎么可能？昨天杨老板还给2块5一斤，你们是猪吗？不会多找几家问问？许良顺不死心，冲着手机咆哮：“我们挨家挨户都问了，这2块是最高价。”许旺喜在电话那头带着哭腔：“人家说了，再过几天，等南方的果子进入咱这的市场，到时候这个价格都保不住。”这话犹如晴天霹雳，把全村人心里唯一的幻想劈得粉碎。梁顺哥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你说话啊！电话那头的许旺喜3人泣不成声。电话这头许良顺举着手机僵在原地，2块钱1斤，再刨去6毛的运费还有损耗，这连成本都收不回来。许良顺一家8口人全指望着10多亩的果子养活，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定在许良顺和阿玉的身上。梁顺，现在该怎么办？阿玉，你们2口子说话啊！市场没人在高价收购果子，许良顺和阿玉脑子一片空白，除了沉默还是沉默。他俩不说话，村民就急了。现在桥没了，果子也卖不出去。你俩说话啊！果子要是卖不出去，你们2口子就等着赔偿吧。听到赔偿2字，阿玉顿时就来了劲儿，失声尖叫：“果子卖不掉，又不是我们2口子造成的，凭什么让我们2口子赔偿？”许良顺也回过神，这事儿你们应该找许晨，如果不是他把桥拆了，咱们的果子怎么会卖不掉？事到如今，许良顺还想把锅甩到我头上，只可惜村民已不再相信他们俩。当初要不是你俩挑头，撺掇大家去抢桥去骂许晨，事情能闹到今天这一步。村民都已醒悟过来，指着许良顺2口子骂：“许晨从来没说过不让村里人过桥，是你俩眼红那点过桥费，非要逼着他交出来。人家花30万建的桥，凭啥要把过桥费分给你？”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根本就没有他们2口子插嘴的份。桥现在没了，就是你俩造成的。许良顺要是不报执法队，许晨他怎么可能会拆桥？这一切都是你俩搅和的，没有你俩，大家的果子早就卖出去了，你俩必须赔偿大家的损失。许良顺和阿玉被围在中间，百口莫辩，最后只能躺在地上撒泼打滚。你们休想把自己撇干净，当初你们要是不贪图过桥费，你们会去骂许晨吗？现在出了事，想让我们2口子背锅，门都没有。当初他俩挑起的毛，现在转头扎向他俩自己。现在的局面是狗咬狗一嘴毛，谁都不干净。许良顺已指望不上，他们又把希望寄托在村长身上，村长也没能解决他们的困境。最后他们再次聚集到我家门口，这一次他们没有叫骂，没有嚣张，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小心翼翼和哀求。他们把许会计推上前，许会计上次并未参与骂我。许晨，大家伙知道错了，当初不该听信谗言，不该贪那点过桥费，更不该骂你，还有骂你爸妈。许会计开口之后，众人都对着我家道歉。许晨，我们糊涂，我们狼心狗肺。广林大哥，我们是被猪油蒙了心，你们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桥能不能再搭起来，帮大家渡过这个难关？
搭桥的钱我们出。我坐在院里的凳子上，平静地看着他们。肯定不行，执法队明确说了，私自建桥是违法的。我义正言辞地拒绝他们，一点希望都不给他们。许晨，我们知道错了。哀求声此起彼伏，有人甚至当场跪了下来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就在这时，人群后面一阵骚动，许良顺和阿玉连滚带爬地挤到了最前面。许良顺脸上带着伤，很明显已经被人揍过。他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声音嘶哑：“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。”阿玉也跟着跪在我面前。许晨，你一定要救救我们，我和梁顺以后给你当牛做马。这群人让我们赔偿他们的损失，不然就要砍了我们家果树。刚刚他们已经把我和梁顺打了一顿，你爷爷和梁顺爷爷是亲兄弟，你看在他们的面子上，也要救救我们啊！我慢悠悠走出门，告诉我家的果树是谁砍的，我就救你了。许良顺身子猛地一僵，我不知道。许良顺矢口否认，声音虚到几乎听不清。我扯了扯嘴角，目光转向阿玉。阿玉，你知道吗？阿玉抬起头，先看了看我，又瞥了一眼许良顺，然后猛地摇头。见他俩不说，我立马将视线转向后面的众人。他要不说，那我就把机会给你们，只要你们告诉我是谁砍了我家的树，我免费给你们把桥搭好，绝不耽误你们今天去卖果子。而且执法队已经在果园里提取了一部分脚印，相信很快就有结果。这话像一颗炸弹，在每个人耳边炸响。短暂的寂静后，人群里立马变得骚舌，有人权衡利弊之后，果断站了出来。我那天半夜起来，看见许胜和二驴子往果园走，被点名的两人立马跳起来否认：“你放屁，我俩没有。”但此时否不否认都不重要了，有了第一个，很快就有了第二个、第三个。我看见许东辉家拿果子喂猪、喂鸭子。前2天许三炮喝多了，他亲口说是许良顺带头砍你家的果树。这一刻，亲情、道德、同村情谊，在利益面前是狗屁不如，场面很快失控，变成了激烈的狗咬狗。被点了名的人毫无征兆地将枪口对准许良顺，都是许良顺干的，他带头砍你家的果树，还威胁我们必须砍。许良顺脸色煞白，立马跳出来反击：“我什么时候威胁你们了？明明是你们自己眼红，自己气不过。”许良顺的反击立马激怒了其他众人，众人冲上去就是一顿狠揍。阿玉往旁边挪了挪，生怕自己也会跟着被揍。看他们打了一会，我制止了他们：“行了，都别打了，把人打坏了都要负责。你们都回去等着吧，我现在就联系工程队过来搭桥。”听我这么说，众人都猛地松了一口气。关上门之后，我立马报了执法队，我家436棵果树被人砍掉，这绝对是一桩大案。下午3点多。执法队来了3辆警车，我将所有的证据提供给他们。以许良顺为首的7个人，无一幸免，全部被带走。在警车的掩护下，我带着爸妈离开了前湾村。经过这件事，前湾村无论如何都不能待了。至于村民的果子，就让他们烂在地里，一群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不值得同情。许良顺等人的违法行为，我拒绝一切调解。1个月后，这件案子开审，许良顺等人对砍树的事情供认不讳，他们7人均被判处2年0 7个月的有期徒刑。